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医学界发现能够活过80岁的糖尿病人身上大多有这7个特点。在我们身边每10个成年人里面就有1名是糖尿病患者。血糖超标本身是不致命的，致命的是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心梗、中风、肢体坏死等。确诊糖尿病后，不少糖友就认为自己就和长寿无缘了。一项涉及51.2万人的研究也显示，与无糖尿病者相比，中国糖友的平均寿命将缩短9年。但生活中不乏80、90岁的高寿糖友，还有一些糖友的血管状态保持得相当不错。由此看来，糖尿病患者也是可以长寿的。下面我们就跟着视频来一探究竟吧。1. 糖尿病与很多因素有关。关于糖尿病，常有一些认知误区，搞得患者不知真假，有时候傻乎乎的就相信了，反而不利于疾病的管理控制。误区1：糖尿病是遗传的。不一定，虽然糖尿病有遗传因素，但环境因素同样重要。即使有家族糖尿病史，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遗传因素只是潜在的风险，后天的生活方式才是决定的因素。误区2：糖尿病是因为糖吃多了。错，糖尿病的发病与吃糖无直接的关系，而是多种的因素综合影响。正常的胰岛功能可以处理适量的糖分，但异常胰岛功能可能导致糖尿病，与糖的摄入量并不直接的相关。误区3：得了糖尿病就活不长。错，糖尿病与寿命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只要血糖控制稳定，没有出现并发症，寿命不会受到影响。反之，如果血糖控制不稳定，已经出现了并发症，则可能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后果，比如血管硬化可能导致心脑血管意外，从而有生命的风险，又或者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等，对生命也是可能有一定影响的。总之，对于糖尿病这一常见的慢性疾病，我们需要摒弃那些不准确的观念，不要被误区所困扰，而是要以科学健康的方式来对待它。2. 糖尿病逆转最佳时机。有人认为一旦患上了糖尿病，就必须的终身依赖降糖药物。然而，同济大学医学院的肥胖研究所教授周大进就表示，目前临床上有许多糖尿病患者能够实现糖尿病的逆转，而且逆转后的血糖水平基本是接近正常。这不仅有助于预防并发症，还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过去认为胰岛杯细胞无法再生，长期的暴露在高糖环境下会导致大量的凋亡，从而引发糖尿病。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胰岛杯细胞不仅具备后备军，而且有些细胞对血糖的敏感性只是稍微的减弱，而并非完全的凋亡。此外，虽然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胰岛杯细胞数量在患病10年后会减少 50%， 但只要仍有 30% 的细胞正常工作，血糖就可以保持在正常的水平。不过，需要提醒的是，糖尿病的逆转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主要包括以下4种情况。1. BMI 高。对超重和腹部肥胖的糖尿病患者，逆转的可能性更高。这是因为超重的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脂肪在肝脏中积聚，进而可能对胰岛或者是胰腺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伴随肥胖的糖尿病患者就要通过减肥和增加肌肉质量，体重减轻约 10% 左右，就有很大的机会会逆转糖尿病。2. 病程短。高血糖状态长时间的存在会对胰岛细胞产生毒性作用，因此病程越长，胰岛细胞恢复功能的可能性就越低。通常来说，新被诊断出或者是病程不超过5年的糖尿病患者，逆转的机会较高。3. 无胰岛细胞的抗体。一些糖尿病患者在体内存在3种不同类型的胰岛细胞抗体，包括谷氨酸脱羧酶抗体、胰岛细胞抗体和胰岛素抗体。
如果患者体内存在这3种抗体，那么2型糖尿病的逆转可能性就较低。因此，新被诊断出的2型糖尿病患者应该进行相关的抗体检测，以确定后续治疗方案。4. 硒肽水平高。硒肽是一种由胰岛细胞分泌的物质，其在体内停留的时间较长，通常被用作反映体内胰岛素水平的指标。一般来说，如果患者空腹的硒肽水平在 1.1 纳克毫升以上，2小时硒肽水平在 2.5 纳克毫升以上，这表明胰岛功能并未严重的受损，逆转糖尿病的可能性较大。综合来说，满足超重、肥胖、硒肽水平高、无抗体的2型糖友，如果能够早期的干预，尤其是在确诊后前2年启动积极治疗，逆转的可能性便会大大的增加。3. 高寿糖友大多有7个共同点。事实上，如果糖尿病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活中的糖尿病患者与正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济大学医学院肥胖研究所教授周大进表示，生活中80-90岁的高寿糖友通常具有以下的7个特点。1. 体重相对标准，不胖不瘦。著名期刊《糖尿病治疗》刊登过的一项研究显示，体重指数 BMI 与人的寿命呈 U 型关联，即太胖或者是太瘦均可影响寿命。建议糖尿病患者将 BMI 保持在20到24，男性脂肪百分比不超过 25%， 女性不超过 28%。 2. 控好血糖、血压、血脂。糖化血红蛋白小于 7% 的目标，适合于大多数预期寿命较长、无低血糖风险的老年2型糖友。如果是80岁以及以上的老人，则可将标准放宽至 8%。 在降压降脂方面，高龄一般健康状况较差的糖友也要适当的放宽标准，血压控制目标为140/90毫米汞柱以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降至低于 2.6、1.8、1.4 毫摩尔每升。 2. 肠胃好，消化好，大便通畅。从口腔卫生开始，仔细的清洁牙缝，减少牙周感染的风险。餐食方面要注意进食的顺序，先汤菜后主食，并细嚼慢咽。如果出现腹泻或者是便秘，应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药物来进行调节。此外，定期的接受胃肠道的检查，以预防消化道肿瘤的发生。4. 心脏好，循环好，手脚温暖。据统计，约有 60% 的糖友死于心血管并发症或伴随症。保护心脏功能就是要控制住每个心血管危险因素。除减重外，糖友易心动过速，要注意监测心率。糖尿病患者最佳的心率是60到70次每分钟。如果静息心率超过80次每分钟，最好遵医嘱用药控制。糖尿病还容易并发微血管病变，末梢循环差。建议糖友常做踮脚运动，可提高下肢循环速度。5. 营养均衡，戒烟戒酒。选择食物时注意膳食平衡，种类尽量多样。主食可选择粗细搭配的混合米饭或薯类，菜品中适当增加优质蛋白，如瘦肉、大豆、水产品、蛋奶制品，避免油炸食品和肥肉、五花肉、动物内脏等含油多的食物。此外，戒烟戒酒能够促使糖友寿命更长，在戒烟2到6年的糖友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17%， 从不吸烟的糖友心血管发病的风险降低 41%。 6. 适当运动。长寿者几乎每天都有运动的习惯，糖友防肌肉流失是第一位的。踮脚深蹲可增加下肢力量，举小哑铃有助激活上肢肌肉。糖友最好每天散步半个小时以上，静坐不要超过1个小时，随时起身来活动。7. 情绪稳定，心态好。周大进表示，许多90多岁的糖友仍然非常的健康，即使患病30-40年也无大碍。关键是要管理好各种的因素，积极的对待疾病。4. 推荐一个控糖法则500-111。控糖要在饮食和运动上下功夫。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疾病医院内分泌和心血管中心主任李光伟为大家总结了一个50011的控糖法则。5. 每周运动5天，打球、游泳等强度较大的运动每天半小时足矣，慢跑、骑车等运动强度较轻，时间可适当的延长。0. 不喝甜饮料，含糖饮料可加重胰岛素抵抗，肥胖和糖脂代谢异常。如果想喝饮料，可选择茶水、黑咖啡、低脂牛奶等。0. 晚饭后不再进食，晚餐后还吃东西的习惯，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空腹血糖升高，也容易引起体重增加。晚饭最好安排在18点至20点，保证睡前胃里的食物基本消化完毕，不会因为过饱影响睡眠。先蔬菜再肉类，后主食的进餐顺序对餐后血糖更友好。同时细嚼慢咽，一顿饭不少于20分钟。1. 肥胖者每餐减1两主食。膳食中碳水化合物所提供的能量应占总能量的 50% 到 65%。 超重的糖前期，血糖已经超标但还没有诊断为糖尿病的人群，每餐可减少50克主食，相当于减少500千卡的热量。1. 每天蔬菜摄入至少1斤。蔬菜尤其是绿叶菜，营养物质多而且热量低，是血糖超标者的首选食物。每天蔬菜摄入量应该达到1斤，而且量要大于肉类。每天蔬菜和水果的品种在4到6种为佳。1. 每周最多外出就餐1次。外出就餐尽量的点清蒸、炖煮类的蔬菜和鱼肉，少选红肉类。可以要求菜品制作时少放油、盐、糖，吃到7、8分饱最好。总而言之，得了糖尿病没有什么可怕的，做好上面几点并持之以恒，健康长寿就不难了。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